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从台中来的水蓝色 R107 500SL 的8缸分油盘的故障检测。这部车子应该是在1982或83之间哦，大概如果以到现在应该有将近38、9年的时间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的使用，那我们的供油系统都会遭受到油箱的污染。那就好像我们楼上顶楼的水塔，经过30多年如果没有整理，那一定会造成污染我们的水路。那油箱呢，就像水塔一样，是提供汽油的地方。那经过37、8年的使用，那我们的供油系统一定会遭受到污染，会造成供油不平均，或是供油不足的现象。那现在我们来进行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故障检测。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92410。我们来进行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分钟应该要在170ml 左右。那因为经过30多年的将近快40年的使用，这个油路难免会遭受堵塞。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要来整修这颗分油盘因为这颗分油盘一般来讲它也没有坏，它就是堵塞。那这个经过堵塞之后呢，我们把油箱的状况处理好不要再2次污染。理论上它在使用20年应该不会再会有堵塞的现象。那引擎的部分事实上不是问题，因为当时代的引擎它的主要设计的目的就是要兼顾耐油、安全。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90，第二缸90，第三缸85，第四缸80。第五缸90，第六缸85，第七缸80，第八缸90。我们看到它平均的出油量都落在90ml 左右，跟标准的170，这大概就差了快1倍了。那这个它出油量倒是很平均，那很明显它就是大油道堵塞，那造成呢我们这部车的供油是严重不足，可能发动都会有很大的困难。那无论如何，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它的1分钟的全油门是不是能够回到厂方要求的170我们等整修完成，我们再来看它的结果。这颗从台中来的R107 500SL 的 V8 分油盘，编号92410大概已经完修了。那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平均都落在90到100之间。那跟标准的1分钟全油门的出油量170，差了将近快要一半那这个就会造成虽然说因为 V8 它是有8缸，那当然
它是很容易发动的啊。今天就是有1-2缸如果不工作，其实它还是非常容易发动。但是呢，如果运作的好不好，那就要看它是不是整个出油量是不是能够平均，是不是能够达到标准。现在呢，这颗分油盘大概已经整修完成了我们来看看我们在整修之后，它的出油量是不是能够达到厂方的要求？1分钟的全油门大概在170左右。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因为这部车是应该是1982或83的，到现在刚好40年当时宾士造车的哲学就是要开不坏坚固耐用，舒适安全引擎不是问题，因为它铸铁的引擎耐用50万公里应该不是问题。但是因为油路的部分因为堵塞就像我们楼上的水塔，40年的水塔，我们的油箱有胶质、加油站的沙子，还有铁锈造成我们的供油系统堵塞。经过我们这次整修过之后呢，我们希望它再能够跑个20年不应该再堵塞的。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7、8缸。第1缸165，第2缸170，第3缸165，第4缸165，第5缸165，第6缸165，第7缸150，第8缸14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测试下来误差大概在5%左右，这是符合厂方要求的。这颗台中来的500 500 SL 的加热阀，大哥已经整修完成。我们看到目前是在冷车状态，也就是说大哥它并没有供电，引擎没有发动。那它的加热阀的压力大概在刚好是2公斤。那如果说引擎发动它有通电的话，那它会上升到大概在3.2公斤或3.4公斤左右。那借由这个压力差从2公斤升到3.2公斤，这个压力差来产生冷车加浓的这个功能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大哥把它加热之后，它的压力差的变化。这颗从台中来的500 SEL R107的500 SL 的V8 分油盘，编号92410所附过来的加热阀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我们看到它充分加热之后呢，它的热车的压力现在是达到大概在3.2公斤左右。因为它冷车是从低的压力到高的压力之间的压力差来产生它冷车供油加浓的这个功能。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个编号92410，从台中来的水蓝色 R107 500 SL 的分油盘完修后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在了解这个分油盘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平均，是不是稳定，因为这个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这个阶段测试，我们希望它的误差是越小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等
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个编号92410，从台中来的 R107 500SL 的 V8 分油盘的完修后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测试数值是越平均越好。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7、8缸。第1缸210，第2缸210，第3缸200，第4缸200，第5缸200，第6缸200，第7缸200，第8缸200。厂方要求的误差数值是15%，我们这次看下来，它的误差应该在3%以内啊，成绩算是相当优秀了。无论如何，这部车子到目前已经该有40年了，经过我们这次分油盘的整修，它应该在使用20年，不应该再堵塞。老车大哥建议就是要维持分油盘不要被2次污染，那就油箱油箱它难免会有铁锈油泥。再来就是加油站的沙子，我们必须要维持油箱的干净整洁。汽油泵木旁边的汽油滤芯应该跟引擎那边的机油滤芯要同时更换。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拜拜喽。